接上级战印接过电话后，洋洋，妈妈来接你了。妈妈来了，姨丈，我还有一条裤子呢。那条裤子尿湿了，我扔进洗衣机洗了。姨丈，我的裤子洗干净了，记得还给我。好，姨丈会把裤子带给你的，姨丈留着也没用。洋洋，那条裙子不用带着，让你陆叔叔拿去退了，你又不能穿裙子。姨丈，我想收着裙子，等小姨生个小妹妹，就给小妹妹穿裙子。你小姨会生小妹妹吗？我妈说的，小姨以后要生小妹妹。对，你小姨会生个漂亮的小妹妹和你一起玩。行，那裙子就不退了，让洋洋收着，等你当了哥哥，就把裙子送给小妹妹穿哈。战总，开会的时间到了。洋洋，让陆叔叔带你下楼去找你妈妈，好吗？姨丈要去开会，赚很多的钱给你小妹妹买奶粉。好，姨丈再见。洋洋，再见。洋洋，妈妈，洋洋听话吗？有没有吵着你姨丈？洋洋很听话，不过妈妈，洋洋尿裤子了。尿在哪里了？姨丈的床上，陆叔叔给我买了很多的新衣服，还有裙子。裙子以后给小姨的小妹妹穿。买衣服时候拿错了，走，我送你们母子俩回去。我骑着车来的，陆总，买这些衣服花了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不用了，不值什么钱。要的。花了近2000块钱，你给我1500就行了。陆总，这是买衣服的钱。陆东明接过钱数都不数就揣进裤兜里了。真不用我送你们回去？不用了，谢谢陆总。那你骑车慢点。陆叔叔再见。洋洋再见。叮铃铃，手机响了。战役，你不是开会吗？我喝杯水不行吗？你没有送我姐和洋洋回去。海林骑着车来的，他不用我送，我也不是很有空，还得赶去管城酒店见客户。你姐把买衣服的钱给我了。什么钱？帮洋洋买衣服的钱，我花了近2000块钱，只收回1500。阿姨操心你的婚事，操心的头发都白了，是有道理的。怎么说这牛头不搭马嘴的话？你有老婆了，不用面对家长的催婚，我被我妈催得发头晕，你还说风凉话，我真是交了个损友。海童被饿醒了才起床，此时手机响了。战印，你起来也不叫我一声，我睡到现在才醒，都12点了。我看你睡得香，就没有把你叫醒，让你多睡会儿。我帮你打过电话给沈小姐的，告诉她你今天有点累，下午才回店里。你下班了吧？刚开完会，准备去吃饭了。你吃过饭再出来。都是饭点了，我肯定吃了饭再出门的。那你去吃饭吧，我下楼了。好，爱你。听着你的甜言蜜语，我真有点不习惯。我也爱你，木马，亲你，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。听不到老婆那带着点俏皮味的笑声后，战印都还舍不得把手机从耳边移开。大少奶奶起了，饿了吧？午餐刚准备好。大少奶奶，这是大少爷早上出门时吩咐我去办的事，办好了。这是我爷爷的头发。是的。海志清肯帮忙。他挺怕大少奶奶的，我把大少奶奶抬出来，对他一番恐吓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去拔了他爷爷10几根头发。至于海志清是怎么哄的海老头给他拔头发的，阿七不管，他只要结果。那小子就是年轻气盛，本性还没有坏到底的。阿七，吃完饭后带我去做一次 DNA 鉴定。好的，大少奶奶。从鉴定中心出来，就看到了战印的专车队刚刚到达。你下午很闲，还有空过来接我，有阿七送我就行了。只要我有空，我都希望我老婆有我送。早上我去姐那里把洋洋接过来了。你工作那么忙，把洋洋接过来，你怎么照顾他？我办公室那么大，让他在办公室里玩，他很听话，没有哭闹。洋洋肯安安静静的在你办公室里玩。我带他回公司的时候，他还在睡，醒来后才玩的。我就说嘛。不过洋洋把我的床都尿湿了，我让陆东明去给洋洋买衣服，他去买了10几套回来，还有一条漂亮的裙子。洋洋说裙子留给小医生的小妹妹穿。别这样看我，我又没有背着你吃药。彤彤，真希望咱们能像洋洋说的那样，生个小妹妹。我听小飞说，你们家生儿子，生一个长辈就奖励5000万，生一个女儿就奖励5个亿，这是真的吗？小飞还说那5个亿的奖励，嫁入你们家的女人至今都无人能拿到的。我希望你能拿到奶奶的5亿奖励。你们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女儿，是风水格局的问题吧？可能你们家的风水格局是人丁两旺的，丁一般都是指儿子多的意思。也有可能，因为祖上是有女儿的，但没有养活，而且从那个女儿夭折后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出过女儿了。我记得我小沈怀老九之前，各种调理，说什么酸性生女，她就各种吃酸性的食物。怀上老九后，她的孕象也和前2胎不一样，全家人都以为她那一胎会是个女儿。等到胎儿成型后，找了熟人帮看，对方说是女儿，大家都乐疯了。
我那会儿都10几岁了，所以对于我小婶怀着老九时的事印象特别深刻。听说我小婶将会生个小妹妹，我也特别期待着小妹妹的到来。我还偷偷的准备了很多给妹妹玩的小玩意儿呢。见家里大人买了很多粉色的衣服、鞋子回来，我也偷偷的给妹妹买了粉色的裙子。老二和老三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他们也一样。等到我小婶生老九那天，恰好是周六，然后我们一家人，老老小小，连我们战士家族的旁系都去了很多人，把医院的走廊都挤满了人，大家喜气洋洋，比过年还要高兴。我奶奶笑得嘴都咧了，满以为能抱到孙女了，结果护士抱出来一个大胖小子。我奶奶当时的反应是揪着人家护士的衣领，质问是不是抱错了，还说我小婶明明怀的是女儿，怎么抱出来个肥仔。大家都怀疑护士抱错了，护士哭笑不得，一再解释产房里就只有我小婶一个人，小婶生的就是儿子。海童听得都想笑，想象得到那画面。大家只能接受现实了。护士还嘀咕说什么别人知道是儿子时只会开心，就我们家里人知道是儿子，追着他们要女儿，好像他们医院欠我们家一个女儿似的。然后浩浩荡荡的上百人知道我们家添了个9少爷后，羞得散去了。家里准备好要燃放的鞭炮也不放了，因为以为是个女儿，准备的都是女孩子的衣物。小九在医院的那几天里，穿的都是粉嫩嫩的衣服，出院后才换上他哥哥的旧衣服。我小叔磨磨蹭蹭了半个月，才去帮小九买新衣服。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战家是和尚庙，生不出女儿的，就算生了女儿也养不活。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家先祖建房子或者是祖坟的阴宅，让你们后人生的都是儿子，生了女儿难养活。现在我们住的山庄是爷爷这一辈建造的，应该是我太爷爷那一辈的住宅或者是祖坟的问题吧。我们也没有想过这问题，没有请大师来看过。这年头真正有料的大师很少了，很多都是学了点皮毛就出来骗点生活费的神棍。高人有是有的，就是很少很少了，也很难打听到他们归隐的地方。改天跟奶奶提一提这个问题。奶奶年纪大，见识广，或许她听过一些高人的传说，还真要找人来看看。我想有个女儿呢。夫妻俩聊着生女儿的话题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书店。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在偷笑，说出来听听，让我也乐上一乐。这点信是苏南让人送过来的，让我当下午茶点。彤彤你尝尝。苏总对你是真的好，体贴入微，千依百顺的。他那是跟着你家战先生学的，要不是有战先生这个前车之鉴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也是个富恩代呢。战印欺骗我的事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，也算是有好处的。你上午在做什么？你家战先生特意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上午不能回店里，店里的事都得麻烦我，说的那叫一个温和呀。我认识你家战先生那么久，他对我说话就没有像上午那样温和过的。没做什么，就是昨晚被他感动了，睡得晚了点，他给我制造的浪漫我都拍了下来，以后老了还要翻出来看看。也怪不得你睡得晚了，嘿嘿，好老公要靠自己调教。彤彤，你老公会被你调教成为一个3好丈夫的，我实在想不到，像座冰山似的战先生会给你制造出那般浪漫的场景。他是为我改变了很多，值得我为他去努力。羡慕嫉妒恨呀，你也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那是，我就喜欢活成别人羡慕的对象。有了苏南后，我觉得很幸福，耳边也清静了。我家里人再也不会给我安排相亲，我姑姑都消停了。你姑姑现在捂着嘴笑吧，她是真的想让你嫁入豪门享福的。我不想嫁豪门，不过苏家那样的豪门，我很乐意嫁，一辈子都不会觉得无聊。彤彤，我现在就对苏家少主的事特别感兴趣。你说那么厉害的一个男人，需要多厉害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呀？有时候也未必是强强联手，看苏少主喜欢什么样的了。我觉得他肯定眼高于顶，他比苏南大好几岁的，还单着。你说咋这么多优秀的男人不谈恋爱不结婚的？可能是他们工作太忙，觉得有更多比谈恋爱结婚重要的事情要做吧。他们可能就是在等着跟我们相遇。海童被他逗笑了，因为请了人帮他编织工艺品，他不用那样着急，便开了电脑，准备起草一份承包合同，然后做一份规划书。3个人当中，就他是农村出身。接上集海童起草承包合同时，偶尔会和沈小军交流一下。我只管投钱分红，这些事情我不懂，也做不来，你知道的。我这个人只知道吃吃喝喝，太懒了，懒得动脑。你只管打印出来，交给小飞看看，他听都比我们听得多，有问题再改，或者让他们的法务部帮我们写一份合同，也是一样的。话说小飞今天怎么没有过来？她的好闺蜜失恋了，她要去安慰安慰。事实上，商小飞并不是在安慰陪伴失恋的好闺蜜，而是在她的新邻居那里串门。我觉得这院中之景没必要大动，花草树木都长得很好了，你重新栽种的话，要长很久才能长成现在这样。我本来还想着全都换一遍的，听你这样说很有道理，
那我适当的动一动吧，把我不喜欢的那些植物移走，种上我喜欢的。啊，小费，我的眼光不太好，你帮我好好看看，我这栋大别墅翻修，什么风格更好看一点？我是把这栋别墅当成我在管城的家，以后我娶妻生子都是住在这里的。女人的眼光跟我们男人不一样，你用你们女性的眼光帮我看看，给点建议。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呀，我以我的眼光来帮你策划，万一装修好后，你未来的太太不喜欢那样的风格怎么办？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你喜欢的风格，我未来的太太肯定也会喜欢的。在管城上流社会，你的身价地位是最高的了，我相信没有人比你的眼光更高。那也是，我提的建议，你采用之后出来的效果若是不合你们夫妻俩的心意，可别怪我哈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也相信小飞你的眼光，你们家的风格我就很喜欢。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是我妈喜欢的，我妈就喜欢古典美，喜欢低调奢华。阿姨的审美观挺好的，我奶奶也是这种审美观。小飞，你有空的话常来，多给我一点建议。只要你过来了，就给我电话，我过来帮你参考参考，保证让你的房子翻修好，你未来的太太会非常满意的。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一个大红包酬谢我。必有众筹。行，我给你当装修的顾问。走，我请你喝咖啡去。我下午一般不喝咖啡，不喝茶。啊！见君然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商小飞大乐。我下午不喝咖啡，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咖啡厅呀。你请我去哪家咖啡厅？我闲时也就是在管城大酒店1楼的咖啡厅喝杯咖啡，听听音乐，放松放松神经。要是在我们 A 市，我是去随缘咖啡厅，那是我大嫂和她好闺蜜合伙开的。随缘咖啡厅的生意特别好，现在开了2、3家的分店了。不过最火爆的还是总店，很多人是冲着我大嫂和杨小姐去的。杨小姐是欧阳家的大少奶奶。以后有空再去 A 市，你请我去你大嫂的咖啡厅尝尝，跟我们宛城的友谊咖啡厅比，怎么样？我大嫂的咖啡厅更像是网红咖啡厅，因为大家是冲着我大嫂的身份地位去的。友谊咖啡厅是以安静、安全取胜，各有各的优点。哎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不用跟着了。君然，你不开车去？咱们是去同一个地方，开一辆车去就可以了呀。在管城，估计很多人都认得你上大小姐的车架，我坐你的车绝对安全。你这是把我当成你的护身符了。我会给买符的钱的。以前我不了解你们君家，认识你之后，我特意向我哥打听了一下你们家的事，知道你君5少是兄弟当中身手最差的，所以出门总带着保镖是吧？我小时候很胖，太胖的人不喜欢运动，练功的时候老是偷懒，结果就是兄弟几个，就属我身手最差，没办法，只好请保镖了。我一个弱女子出门都不带保镖呢，我只有去逛街购物的时候才会带几名保镖跟着，帮我提东西。小费，你练过吗？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，多少都练过点的，为的是自保，不过我没有实战经验。女侠，以后还得你保护保护我。我都没有实战经验，哪能保护你？况且我学的就是花拳绣腿，现在都不记得动作了。君然，我建议你以后找老婆，找那种身手厉害的女人，最好就是特警之类的，约会的时候若是遇到威胁，能保护你。那倒不用，我只是兄弟之中最差的那个，又不是对付不了混混。我要是有了喜欢的女人，宁愿自己受伤也要护她周全的，保护我自己女人的本事，我还是有的。我也是开玩笑，你有喜欢的女人了吗？目前还不明确，不知道是不是爱，就是挺喜欢看到她的。我没有恋爱过，没有经验，先观察观察。你的目标是哪位千金？现在还不好告诉你，等我确定了心意，并且追到手，让她成了我的女朋友，一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能被你喜欢的女孩子肯定是很优秀的。我听说你们君家和战印家里一样的，结婚要慎重，因为你们不能离婚，不能移民，移民成了外籍的，是无法分家产的。是那样，我们家男儿都宠妻，没想到战少家里的家风也是这样。好家风出好男儿，你们两家能成为不同城市的首富，是有原因的。小费，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吗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呀，还是邻居呢？那我能问你一个隐私问题吗？你问问，我认为可以回答你的就回答你，不能回答也请你见谅，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隐私权。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，除了战少那种。商小飞沉默。小飞，对不起，我就是纯粹好奇，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战少不喜欢你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遇到了他的菜。没事，对战印，我早就死心了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我都能够坦然面对他，
他也没有对不起我什么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，也没有接受过我的感情，更没有许下任何承诺。我和战印之间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但我不觉得我追求过他是错的。优秀的男人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，那是很正常的，就像优秀的女人同样有很多追求者一样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好奇，战印喜欢的女人是我的表妹，我跟我表妹会不会反目成仇？我脾性不太好，不少人都在猜测着我会不会憋着大招来对付彤彤。我们这个圈子里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，但等着看热闹的人不少，可惜我让他们失望了。君然，你兄弟几个都结婚了吗？我妈说嫁人要看原生家庭，你们家的家风和战家的一样好。你能看得起我君家的兄弟，我很开心。不过我上面的几个哥哥都结婚了，底下的弟弟们年纪比你小，你大概不会喜欢姐弟恋的。君家的少爷们也就是1、2、4结婚了而已。商小飞没有关注风尘山庄的事，君然说什么他就信。两个人聊着天，很快就来到了管城大酒店。下车时，小飞看到旁边的一辆豪车，愣了愣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看到我大哥的车了，这辆车就是我大哥的。君然，咱们去喝咖啡，速度快点，喝完就走了。我大哥谈生意应该没那么快的，我们俩速度快点，不会被我大哥看到。你怕你哥看到我们俩一起喝咖啡？不怕，但不想我大哥误会。也是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两个人刚走到酒店门口，迎面就遇上了商无痕。商小飞的本能反应就是转身走人。商小飞，大哥，真巧呀！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吴少请我喝咖啡，他平时都是在这里喝的咖啡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喝咖啡了。商总，我的房子在装修，商小姐给了我不少建议，我感激她，就请她出来喝杯咖啡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喝完咖啡就回家。君武少以后若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向我请教。我们商氏涉及房地产这方面的事，我比小飞有经验。那我以后就去打扰商总了。只要我有空，能帮到武少的我都会帮的。武少，我先忙。商总请便。现在喝咖啡，你晚上会不会失眠？不会，我们这些人工作量太大，不喝咖啡没有精神撑到深夜。小飞，妹妹和君然一起喝咖啡，商无痕不放心又返了回来。大哥，你喝什么？商总，哥刚才喝了不少的茶水，现在不想喝什么了，坐坐就行。武少，你当初是怎么想到买下那栋大别墅的？你也不缺钱，完全可以买新的大别墅，没必要买一栋2手别墅的。那栋房子虽然是2手的，但占地极广，交通便利，安全系统级别高，左邻右舍非富即贵，要么就是大明星。不仅仅是我想买，商总不也想下手？武少有房子住呀。商总也有房子住，我不差钱，想买房子就买房子。我确实是挺喜欢那栋房子的，喜欢就买了。武少有没打算在宛城落户？我负责着我们风尘集团在莞城的所有生意，长期都是待在莞城，这跟落户在莞城没什么区别了。偶尔回风尘山庄，我都像个客人一样。我妈常说我把风尘山庄当成了酒店，住上2晚就走。大哥，你老问君然那些私人问题，显得太唐突了。你和君然又不熟。小飞，你今天不去找海童讨论你们投资的事吗？今天不去了，明天我再过去找彤彤和小军。大哥，你公司不忙？忙。哥忙的话，先去做事，我送君然回去。你送？我是坐着小飞的车过来的。武少可以打车回去，或者在这里略等片刻，通知你的保镖和司机过来接你。大哥，我也是要回家的，顺路送他回去。他的保镖和车子都在他的新家里，我们回家还要路过他家门前呢。君然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对小飞有意思吗？笑得像只狐狸似的，我这么深的道行都摸不透他。不管商无痕有多郁闷，他最后还是站在他的车子前，目送着妹妹载着君然走了。